好，各位买好，我是董爱买。一句话来聊昨天 BAS 的改革，换车周期呢在5、6年之内的无脑选择 BAS。2020年8月19日，蔚来正式开启了 Battery as a Service 服务，俗称 BAS。购买一台蔚来的电车，可以与任何别的品牌一样支付整车款。比如说，你购买75度电池的 ES6，最低支付的就是33.8万元。你也可以选择使用 BAS 的方式购买，车价呢立刻减少7万元，支付的价格仅为33.8减7，等于26.8万元。车价减少了7万，但是每个月呢，你需要向蔚来支付一定的电池租金。之前 BAS 的一大问题呢是用户嫌这个租金贵，那所以呢今天开始 BAS 降价了。以前75度电池租金每个月980元，现在降到了728元。以前100度电池的租金呢是1680元，现在降了1128元。而且你每支付1个月的租金，你可以获得100元的换新礼券。以后呢，当你再买蔚来车的时候，你可以用来抵扣蔚来新车的款项。这样一来呢 ，BAS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个月的负担减少了。以前7万块钱呢，你除以980块钱，大概可以支付6年多的租金。现在呢，7万块钱除以728元，基本上可以支付8年的租金了。所以我刚才说5、6年内换车无脑选 BAS 是一个非常保守而且谨慎的说法。今年5月31日之前，新购车选择 BAS 方式的，每成功支付4期账单，额外免费赠送1期，这相当于就是一个8折了。75度的话，等效租金达到了每个月582元，100度呢也才902元，所以 BAS 的整个价格下跌的程度非常多。那这还没完啊，大家都知道，因为蔚来是可以换电的，换电呢就是3分钟满电出发，吊打一切所有的超充效率。每一次换电呢，蔚来是收取电费加服务费这样的一个组合的。那如果你5月31日号之前使用了 BAS 买车，蔚来额外赠送你60次的换电券，这60次的换电券就是你额外去换60次电的时候，每一次不管你的电费是多少钱，不管你的服务费是多少钱，他们都免费。那这样一次换电，我们平均以100块钱计算吧，那这60张换电券大概还有值6000块钱。以前的买 BAS， 如果中途呢不想租了，想去买断电池，那如果是75度电池呢，你就要支付7万块钱，等于说你的租金全部都消失了，那还要再去付钱去买电池，这被广泛的诟病啊。那现在呢 ，BAS 租电池，如果你租了一段时间之后想买断了，从 BAS 账单的第2年开始到第5年。标准续航版每支付成功1期账单可以抵扣460元，如果你租的是100度电池的话，每支付1期账单，长续航电池可以抵扣820元。这改变了一切啊！虽然说我很讨厌算账，但还是要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啊。以持有5年的情况为例，一种方式呢是把买车的7万元在买车的当天就直接付清，另一种方式呢是在5月31号之前下单，用 BAS 的方式按月去支付租金，然后5年之后直接把车的电池给它再买断回来。这样一计算的话，使用5年 ，BAS 比直接买断仅只多花费了17464元。但是你获得了7万元的流动性，不用你在买车的当天就把这7万块钱花掉，这7万块钱你可以用来投资，说不定呢你就可以赚回月租啊。当然投资是有风险的，有可能你会赚到，有可能你会亏，这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我在说的是一种可能性啊。然后另外呢，因为你获得了60张的换电券，所以相当于你得到了6000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你还因为支付了累计48期的付费的月租，你每张100块钱又获得了4800元的换新礼券。这些呢都是给你带来显性的收入，还有一些隐性的福利啊。因为 BAS 可以将车价与电池价格分别开出2张发票，按照最新的购置税的征收条例的话，你车的购置税可以按照扣除电池之后来计算你的购置税。那如果你买的车型是 ES8 这样非常昂贵的车型，然后恰好你又选择了100千瓦时这样价值12.8万的车型，你的购置税可以把那12.8万的电池直接扣除出去，相当于你买车的时候，因为你选择的 BAS， 你少交了1万多块钱的购置税，你1个月租金才不到1000块钱啊，相当于这1万块钱的1万多块钱的购置税帮你把1年多的租金给免掉了。那更不要提呢，因为 BAS 所带来的车价降低之后，你的车本身的保险费用会降低，这5年累积下来也不少钱呢。如果你买一台车用个10年，那买断呢 BAS 都可以考虑，但是如果用一个1到6年这个期间吧，我觉得肯定是无脑直接选 BAS 了，谁会跟省钱过不去呢？二手车以前蔚来使用 BAS 之后，二手车呢车价很难去得到保障。那本质原因呢是 BAS 的这个租金是贵了，而且呢，突然买断的话，之前所付出的这个资金成本都不会被体现出来，所以呢，二手车的价格被广泛的诟病。这一次呢，蔚来其实也给出了一揽子的方案啊，在收购端呢，他们已经跟300多家二手车商合作了，然后未来还要增加更多的合作伙伴。其实合作伙伴多，收的人多，这个车价才是能提升上来的一个基础嘛。其次呢，蔚来开始替二手车商支付2个月的 BAS 租金，因为二手车商你知道，他把你的车给收购回来之后，他卖掉，中间呢摆到他那儿去是需要有一定的交易周期的，但是这个交易
易周期呢其实也不会太长，一般呢可能也就大半个月。所以未来这一次呢，给二手车商支付2个月的 BUS 租金，等于对于二手车来说，车商收购了 BUS 的车之后，自己其实是没有负担的。这一步其实可以显著提升二手车商去收 BUS 车的意愿。那第三呢，如果你去在合作的二手车商那儿去买 BUS 的车，未来还额外赠送你20张换电券。哎，这个东西对于培养换电习惯，或者说提升用户买车之后的感知是有帮助的。那为啥蔚来可以创造性的搞出车电分离，而别的品牌就不行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化、体系化的换电体系。那为啥蔚来的车已经卖了40多万台，换电累计已经突破了4000万次了？如果这个换电不好用，车主应该狂喷不已。40多万车主4000多万次换电，那蔚来这个品牌被自己就可以喷倒闭啊，对吧？那事实上是每一位车主们都在夸奖蔚来车主们说，换电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而不是蔚来车主的人却一直跟你说啊，换电是把你的新电池换成了旧电池。然而这些人他们的电池普遍的质保周期是8年或者16万公里，虽然这个质保的时间看起来也不错，也蛮长，公里数也不错，对吧？但是他们的质保标准是电池电量不低于70%的容量为标准，而且他们的车因为不能换电，对吧？只能去充电，而如果你日常跑高速啊这样的场景中，快充用的越多，充电的功率用的越高，电池的体质其实就是越差的。最终呢，他们的车如果换一次电池，那贵的话呢10几万，那一些便宜的增程的小电池也要7、8万块钱呢，是吧？但是蔚来就不同了，蔚来在电池技术上想办法去提升电池的循环寿命，在日常的充电上，蔚来使用换电站可以使用各种各样合理的算法去匹配电池的日历寿命。那蔚来可以说呢，他们搞长寿命电池的目标是15年后的电池健康程度大于85%，这可是电动车企业第一家这么明确说出自己目标了。他们昨天还跟宁德时代去签了个约。那别的车企呢，不仅说不敢去列数据吧，他们其实都在不停的回避电池日历寿命这个事儿哦。毕竟电池的寿命是一个是循环寿命，一个是日历寿命，这就像一个木桶一样，最先到的那个寿命才是你电池的寿命哦。这些事情蔚来今天把它挑明了。一方面呢是蔚来具备责任感，另一方面呢是蔚来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充换电体系。当然，蔚来的换电联盟的车也拥有这个能力啊，使得蔚来更加容易的去实现长寿命电池。这就是换电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感。补能速度快也好，补能费用相对低，这只是一个开胃菜啊。换电其实对于车主来说，让电池拥有了终身质保呀。这一条对于车主长期使用的价值来说太为隐性，但是也太为重要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懂买买关于蔚来 BUS 这次改革的一期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懂买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最后赶紧去约你身边的 fellow 带你去试驾吧。